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伊朗的战事。话说这战争一旦开打，双方是很难轻言放弃呀。上周末才刚刚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 F-15极限搜救，霸占了所有的头条。这周就又有了新的关注热点，那就是特朗普给伊朗设定的48小时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后通牒，将在美东时间4月7日周二晚上8点07，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日周三上午8点。届时，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威胁将摧毁伊朗的发电厂、桥梁和基础设施。这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极少出现的超级大国对主权国家公开宣告定点瘫痪式打击的极端场景。今天我们就从3个最核心的问题聊一聊，这48小时最后通牒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旦美国真的轰炸伊朗的电力、石油、桥梁等基础设施，伊朗会如何？最后，这场冲突一旦扩大，对全球的能源、经济、金融、地缘格局又会产生哪些不可逆的改变？其实，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发出最后通牒。最初在3月21日，特朗普就给出了第一个48小时通牒，伊朗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美国将打击伊朗最大的发电厂。随后，因为所谓的谈判仍在进行，期限被延长至4月6日。紧接着在4月5日，他再次更新，又延期了1天，把最终的截止时间明确为4月7日，并且把打击目标锁定为发电厂和桥梁。之前持续了1个多月的军事行动，双方互相基本还是以军事目标为主，但这一次将有可能把目标扩大到维持国家现代社会运转的底层基础设施，也正呼应了特朗普4月1号所说的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这种打击的逻辑非常冷酷，虽然并不会大规模的杀伤平民，但是却会让一个国家瞬间退回到前工业时代。伊朗历经数十年积攒的工业基础将有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系统性的崩塌。如果电厂被炸，那么城市将会大规模的停电，从而造成停水，再造成交通瘫痪、冷链崩溃、通信中断、医院无法运转、工业停摆、金融失效、社会失序。美国在历史上对伊拉克和南联盟都用过这套手段，并且效果其实极其显著。后果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还在，但是国家本身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而这一次目标是伊朗。如果美国真的动手，那么伊朗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就是电力系统的崩溃，70%以上的区域会面临停电，虽然不会完全归零。伊朗电网不算最先进，但也绝非脆弱，它有多个独立区域电网，有大量分散式的电厂，还有军事专用的备用电源。美国如果真的轰炸电厂，那么会优先打击主要的火电、水电枢纽、国家电网调度中心、高压输电主干线。那么结果是，伊朗的核心大城市，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等，会在几个小时内就陷入大面积的停电。但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体系、重要的政府机构和设施会立刻切换到备用电源。也就是说，民生虽然会大面积的瘫痪，但是战争机器并不会停。停电带来的次生灾害会非常严重，比如城市供水依赖电力抽水，停电就等于断水；医院依赖稳定的供电 ，ICU 透析手术都会大规模受影响。但有一点也非常关键，伊朗并不会因此投降。历史上所有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战略轰炸，最终的结果都几乎一致，就是民众虽然会加剧痛苦，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也会被彻底点燃，政权支持率不降反升，抵抗意志反而会更强。其次就是石油经济，如果在接下来的战事中，美国、以色列升级针对伊朗油气设施的轰炸，那么伊朗的石化出口确实有可能要几乎归零。伊朗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与石化出口，阿萨鲁耶石化区、哈尔克岛石油终端都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一旦这些设施被打击，伊朗的石油出口会从每天的上百万桶直接跌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汇收入腰斩，货币暴跌，进口能力大幅萎缩，药品、粮食、高端设备都会出现短缺。但伊朗已经被高度制裁了几十年，它早就建立了一套战时经济体系，
因此伊朗会变得更穷、更苦、更难，但并不会立刻崩溃，更不会投降。真要到了那一步，国内任何温和的声音都会被压制，全国都会进入高度一致的抵抗模式。关键是轰炸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甚至是油气设施，能让伊朗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吗？这些确实能影响伊朗的民生，伊朗普通人的生活确实有可能回到石器时代，但是对伊朗的封锁能力究竟能有多大削弱呢？好像也没有啊。有没有可能炸得越狠，封得越紧呢？特朗普其实在4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被问及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和桥梁是否有可能构成战争罪，但是特朗普并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我并不担心。你们知道什么是战争罪吗？战争罪是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人愿意为自由而受苦，并称美国截获了敦促请继续轰炸的通信，为了获得自由，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其实我相信在2月28日之前，有很多伊朗人是真的希望有自由的，但是特朗普是不是搞错了？人家想要的是自由，不是自由的生活在石器时代。而且如果炸完电厂和桥梁也依然不能解决伊朗的封锁问题，那这看起来要变成一个石器时代的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再往后该怎么办呢？继续炸成白垩纪、侏罗纪吗？全世界等着看的不是要看伊朗人活得有多惨，大家等着的是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呀。至少从现在来看，美国依然没有找到真正能解决的方法，反而只是把报复的手段倾泻到伊朗的普通民众身上而已。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就已经给全球，尤其是亚洲国家带来了系统性的伤害，而且这对美国其实也没什么好处。这也就引出了最关键的问题：美国真的会动手吗？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轰炸伊朗对美国是极度不划算的买卖。特朗普的初心明明是要斩首以后不战而胜，以小博大的呀。现在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了，金融股市也震荡了1个多月，油价飙升了1个多月，亚洲很多国家的外汇都快见底了。这事儿已经从一个小手术快要变成一场医疗事故了。到底还有谁希望这场战争继续呢？但是有的时候决策并不是纯理性的计算，而是政治信号、选举压力、个人风格和外交博弈的混合体。特朗普对伊朗的这番威胁背后也藏着3层清晰的逻辑：一是以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妥协，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面向国内进行政治表演，以此塑造强硬的执政形象；三是带有明显的军事冒险倾向，他本人确实坚信通过一轮打击就能快速解决问题。你倒别说，他真的有这个冒险倾向，这个在委内瑞拉身上确实是管用的，咱们伊朗身上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希望。所以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期限到来前双方出现外交妥协，危机暂时缓和再延期，或者美国发动有限打击，伊朗有限反击，然后快速降温，全面战争。规模轰炸基础设施概率仍然相对较低，不过低概率并不代表不可能。历史上很多灾难性的战争都是由误判、冲动、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一次擦枪走火，一条错误情报，一轮激进的报复行动，都可能让局势瞬间滑向失控边缘，把原本可控的施压变成席卷整个中东的全面冲突。我们此刻也正站在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和平的窗口看似尚存，但是脆弱的不堪一击。无论最终走向何方，这场博弈的代价终究都会由民众与全球经济共同承担，而这也是国际政治最冰冷也最现实的一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